我店里卖的全是廉价预制菜，却成了顶级富豪挤破头都进不来的禁地私宴，只因没人知道我后厨侧门一推开就是古代。你有新的饿了么订单，请及时处理。哟，老于，你这出餐还是一如既往的快啊！就喜欢你这样的商家，不墨迹。快有什么用？根本不赚钱。平台抽成那么狠，一单刨出人工和材料费，能赚个2块钱就谢天谢地了。又是差评，大家都别买他家的菜，没锅气，绝对是预制菜。这年头，12块钱还想吃什么？澳洲大龙虾吗？囤了上万袋菜，全砸手里了。掌柜的，有人吗？快上菜！这人怎么穿的奇奇怪怪的？掌柜的，愣着干什么？随便给我上道菜。好的，好的，马上来。冷静点，肯定是幻觉。早知道不贪快走这条道了，这破地方没吃没住，坑死了。这是什么味道？好香啊！果然是幻觉，坏了，宫保鸡丁白热了。算了，自己吃吧，晚饭还没吃。掌柜的，你这是？没事，我替您试试熟没熟。完了，我以为是幻觉。客官，您没尝过？没有，第一次见这么色香味俱全的菜，太香了。这还是预制菜，全是科技啊！他居然觉得美味。鸡肉像在舌尖上活了起来，嫩滑化开，满嘴都是鸡肉香。黄瓜清脆，整道菜油而不腻，花生焦脆可口，简直太好吃了。再来一份儿！不，给我上10份！我去，这下要发财了。我得弄明白穿越的规律。正门出去是现代本店。侧门出去，直接穿越古代，真的拥有了穿越后门。客官，10盘宫保鸡丁上齐了，还要点其他菜吗？不用了，汤汁拌饭肯定超级香。等等，这里有饭吗？有，米饭可是现做的。客官，您的饭来了。一大盆白米饭，太震撼了！客官，怎么了？是太多了吗？大部分老百姓也就吃得起粟米，能天天吃白米饭的，那得是大富之家了。就算是一般的七品官，也得粗粮搭着饭吃。你们这镇子那么富裕吗？等等，这里是古代，现代顿顿吃白米，也就才过了不到50年。多亏了元协氏，才能有顿顿白米饭的日子。忘了问这顿饭要多少钱了。我算算，宫保鸡丁每盘10块，11盘110，一盆饭算5块好了，晨会115。10几盘荤菜加米饭，才1000多银子，太值了。给你1两银子，再给我准备个住的地方，剩下的赏你了。抱歉，我们这里只提供食物，不提供住宿。我可以加钱的。加钱也不行，客官赶紧吃吧，小店马上要打烊了。留他在这里住宿，风险太大了，不能让他发现我的秘密。客官，我们打烊了，你去别处吧。终于有时间看看这莫名其妙的古代酒店了。陈设倒是简单，有几张桌子和一个柜台。这后院还挺大，看着跟客栈的后院一样。这厨房也太破了，怕是好几年没人来了。看完厨房，去2楼瞧瞧。每个房间都这样，空空荡荡的，全是灰。大晚上的，跟鬼宅一样，太吓人了。还是现代好，熟悉的环境，看着就温暖。
收拾完，好好睡一觉。太累了。居然睡到下午了，都过饭点了。王振给的1两银子没收，就收了该收的115文。古代的钱换现代的元，得看看汇率，古玩街应该能行。哟，客人您想买点什么？不买东西，我有几个东西想让老板您帮忙看看。你要当古董买的，指定是买上假货了。你瞅瞅这大钱通宝，上下5000年，哪儿有个姓钱的朝代？再说古董看氧化程度，这铜板太新，造出来没超20年。你这东西虽然不是老的，但铜是真的，银也是真的。现在铜价每公斤约85块，银价1万多一公斤。能卖5、60，亏倒是没亏多少。预制菜成本价也就这样，可压根没赚钱。今天外卖单子不接了。另一边的情况必须摸清楚，要是有人摸进来，世界就乱套了。客栈还是昨天那副陈旧模样。不好意思，掌柜的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是隔壁村的，您叫我小秦就行。王公子给了我1000银子，专门让我在这等您开门，然后对您说一句，那么晚不开门，活该你们店没生意。不好意思，是王公子让我那么说的。没事，具体说说什么情况？给了我1000银子，换走了我身上的干粮，让我在这儿等您，我就这么一直等到了现在。花银子雇人等还骂，怕是馋我家菜了。和我说说这个镇子的情况吧。我们这客货镇现在就剩原住民和赶路的，没啥人了，人没了，啥都发展不起来。您这店就是这么倒闭的。难怪这街这么冷清，原来是死街。要不是您把店打开，这街就更没人了。老板，王公子还让我帮你把酒楼打扫下，省得下次来还是乱糟糟的。你这是没吃饭？我先去给你拿点吃的吧。我们这地方别的不多，算是管够的。好香，吃吧。哦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对了，要不我用这些东西换您这顿饭吧？这是啥玩意儿？我靠，野生黄金了！可以，太可以了！你以后要有什么药材，先到我这儿看看，我这儿也需要药材。好的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不客气，快吃吧，冷了就不好吃了。公子，找到了，这里有家店，香味就是从这里面飘出来的。但是这店看起来好脏啊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吧。别走，不脏，怪我，都怪我没有及时打扫。小秦，客人不愿吃就回来吧。我家的菜确实不太卫生，人家公子之躯娇贵得很，吃坏了我可赔不起。我店里卖的全是廉价预制菜，却成了顶级富豪挤破头都进不来的禁地私宴，只因没人知道，我后厨侧门一推开就是古代。您有新的饿了么订单，请及时处理。哟，老于，你这出餐还是一如既往的快啊！就喜欢你这样的商家，不墨迹。快有什么用？根本不赚钱。平台抽成那么狠，一单刨出人工和材料费，能赚个2块钱就谢天谢地了。又是差评，唉，大家都别买他家的菜，没锅气，绝对是预制菜。这年头12块钱还想吃什么？澳洲大龙虾吗？存了上万袋菜，全砸手里了。唉，掌柜的，有人吗？快上菜！这人怎么穿的奇奇怪怪的？掌柜的，愣着干什么？随便给我上道菜。好的，马上来。冷静点，肯定是幻觉。早知道不贪快走这条道了，这破地方没吃没住，坑死了。这是什么味道？好香啊！果然是幻觉，坏了，宫保鸡丁白热了。算了，自己吃吧，晚饭还没吃。掌柜的，你这是？没事儿，我替您试试熟没熟。完了，我以为是幻觉。客官，您没尝过？没有，
第一次见这么色香味俱全的菜，太香了！这还是预制菜，全是科技啊！他居然觉得美味。鸡肉像在舌尖上活了起来，嫩滑化开，满嘴都是鸡肉香。黄瓜清脆，整道菜油而不腻，花生焦脆可口，简直太好吃了。再来1份！不，给我上10份！我去，这下要发财了！我得弄明白穿越的规律。正门出去是现代本店，侧门出去，直接穿越古代，真的拥有了穿越后门。客官，10盘宫保鸡丁上齐了，还要点其他菜吗？不用了，汤汁拌饭肯定超级香。等等，这里有饭吗？有，米饭可是现做的。客官，您的饭来了。一大盆白米饭，太震撼了！客官，怎么了？吃太多了吗？大部分老百姓也就吃得起粟米，能天天吃白米饭的，那得是大富之家了。就算是一般的七品官，也得粗粮搭着饭吃。你们这镇子那么富裕吗？等等，这里是古代，现代顿顿吃白米，也就才过了不到50年。多亏了元协氏，才能有顿顿白米饭的日子。忘了问这顿饭要多少钱了？我算算，宫保鸡丁每盘10块，11盘110，一盆饭算5块好了，晨会115。10几盘荤菜加米饭，才1000多银子，太值了！给你1两银子，再给我准备个住的地方，剩下的赏你了。抱歉，我们这里只提供食物，不提供住宿。我可以加钱的。加钱也不行，客官赶紧吃吧，小店马上要打烊了。留他在这里住宿，风险太大了，不能让他发现我的秘密。客官，我们打烊了，你去别处吧。终于有时间看看这莫名其妙的古代酒店了。陈设倒是简单，就几张桌子和一个柜台。这后院还挺大，看着跟客栈的后院一样。这厨房也太破了，怕是好几年没人来了。看完厨房，去2楼瞧瞧。每个房间都这样，空空荡荡的，全是灰。大晚上的，跟鬼宅一样，太吓人了。还是现代好，熟悉的环境，看着就温暖。收拾完，好好睡一觉。太累了。居然睡到下午了，都过饭点了。王振给的1两银子没收，就收了该收的115文。古代的钱换现代的元，得看看汇率。古玩街应该能行。哟，客人您想买点什么？不买东西，我有几个东西想让老板您帮忙看看。你要当古董买的，指定是买上假货了。你瞅瞅这大钱通宝，上下5000年，哪儿有个姓钱的朝代？再说古董看氧化程度，这铜板太新，造出来没超20年。你这东西虽然不是老的，但铜是真的，银也是真的。现在铜价每公斤约85块，银价1万多一公斤，能卖50、60，亏倒是没亏多少。预制菜成本价也就这样，可压根没赚钱。今天外卖单子不接了。
另一边的情况必须摸清楚。要是有人摸进来，世界就乱套了。客栈还是昨天那副陈旧模样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掌柜的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是隔壁村的，您叫我小秦就行。王公子给了我1000银子，专门让我在这等您开门，然后对您说一句，那么晚不开门，活该你们店没生意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是王公子让我那么说的。没事，具体说说什么情况？给了我1000银子，换走了我身上的干粮，让我在这儿等您，我就这么一直等，等到了现在。花银子雇人等还骂，怕是馋我家菜了。和我说说这个镇子的情况吧。我们这客货镇现在就剩原住民和赶路的，没啥人了，人没了，啥都发展不起来。您这店就是这么倒闭的。难怪这街这么冷清，原来是死街。要不是您把店打开，这街就更没人了。老板，王公子还让我帮你把酒楼打扫下，省得下次来还是乱糟糟的。你这是没吃饭？我先去给你拿点吃的吧。我们这地方别的不多，饭是管够的。好香，这吧。哦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对了，要不我用这些东西换您这顿饭吧？这是啥玩意儿？我靠，野生黄金！可以，太可以了！你以后要有什么药材，先到我这儿看看，我这儿也需要药材。好的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不客气，快吃吧，冷了就不好吃了。公子，找到了，这里有家店，香味就是从这里面飘出来的。但是这店看起来好脏啊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吧。别走，不走，怪我，都怪我没有及时打扫。小秦，客人不愿吃就回来吧。我家的菜确实不太卫生，人家公子之躯，娇贵得很，吃坏了我可赔不起。这位掌柜，抱歉，是我家的小厮不会说话。菜我们要了，打包1份带走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家菜是真不卫生，是真不能卖你。掌柜的，我们出1两银子买你一道菜，剩下的就当是我对小厮言语不敬的赔偿了。阿恒，付钱。我是和你们说了，吃坏肚子可不是我的问题。哼，公子他欺人太甚了，简直是得理不饶人。无妨，以后不去他家就是了。那公子，这菜怎么办？要不我先替您试试毒，丢了可惜。这菜闻着也太香了。公子，这家的菜真的很好吃，我再回去买1份吧。不必了，不就是一道菜吗？再说了，你不是说再也不去了吗？可是真的很好吃啊，公子没尝过，根本不知道那味道有多绝。再好吃能好吃到哪里去？左右不过是一道菜罢了。走吧，回府。老板，你喜欢草药？当然，我不是和你说了吗？你拿草药来我这儿，我不但给你要钱，还包饭。当真？自然是真的，你只要拿来我都收。好的，老板，那我先回去了，明天再来。那么晚了，要不吃完饭再走？第一次遇到这么好的老板，我要发动全村都给老板挖草药。上次李同仁抱怨，现在都是假草药，这些收的草药回去拿给他看看。唉，现在的药材啊，真是越来越假了。来，王少，京城一别3、2个月，这接风宴你得吃好喝好。是啊，王少，一路风尘仆仆，肯定没吃好，快尝尝。没错，这烧花鸭、烧雏鸡都是你以前的最爱。这味道是不是有些不太对？泰丰楼换厨子了？没有啊，不一直是这个味儿吗？挺好吃的呀。不能吧，感觉没以前那么好吃了。王少，你是不是口味变了？可能是太久没吃，不习惯。再尝尝其他菜，这么一大桌都是你爱吃的。王少，这是怎么了？没胃口吗？是不是病了？要不找大夫来看看？不用，就是回京路上吃了道极美味的菜，跟那道菜比起来，这些就跟猪食一样，实在是难以下咽呢。你看这鸡肉柴的，我吃的那鸡肉嫩滑多汁，饭酱晶莹剔透，绝了！有那么好吃吗？说的也太火辣了，岂不是神仙吃的菜了？我们走南闯北，
各地名馆都吃过，京城8大楼已是顶好的了。御膳房大厨才是厨艺顶点，8大楼都有御厨坐镇，哪能被比下去？哎呀，真就是神仙吃的菜，我这一辈子都没吃到过层次那么丰富的。那王少是在哪儿吃的？说出来我们也听听。说来不远，就在离京城不到1天路程的客货镇，那边有一家看上去历史挺悠久的酒楼，里面那道宫爆鸡丁简直神了。我昨晚吃了11盘，结果那老板今天中午都没开门，害我饿着肚子回来。不能啊，客货镇我也路过几次，压根就没什么酒楼。是啊，我常年走那条线，最早的酒楼也是7、8年前的了，现在萧条得很。听说那地方还闹鬼呢，晚上开门，白天关店。靠，王少，你不会是遇上鬼了吧？去你丫的！本标间血气方刚，一身正气，鬼来了都得绕着走，怎么可能遇着鬼？再说，就算遇鬼也得是想吸阳气的女鬼啊，整个卖菜的菜鬼算什么？王少，也不能怪兄弟们，实在是太过离奇。反正那地方离京城不远，明天王少带我们没事的弟兄过去长长见识，一试便知。吕叔不愧是行走几十年的老镖师，就是有经验。好，就这么办。约不约？有事说事，别想诓我去你家吃预制菜，不吃就不吃，你不吃有的是人吃。我就是想问问你，野生的药材收不收？野生的收啊，怎么不收？什么药材？不好说，我也不是学医的，明天你自己过来看吧。放心吧，早上我也起不来，馋。嘿，掌柜的，你可开门了，我一大早就等着了。掌柜的，这是我今天一大早跟各家搜罗来的，您看看怎么样？不错不错，那给你算1000银子。1000？这是不是太多了？我有点事，你先在这等着。好的，掌柜的，我帮您开着店。掌柜的，我帮您拎吧。不用，厨房种地，外人不得进入。好，那老板我去干活了。这从我一起睡的，咋起那么晚？快让我看看都有什么好东西。铁皮石斛，野生程度99成，稀罕物啊，市面上3到5万一公斤。不是，这么些个好东西，你都是哪儿来的？乡下亲戚送来的。别说，我家刚好就差这些个药。放心，光这铁皮石斛就值几万块了，你这些最少也能卖个7、8万。这么算下来的话，我好像还真有点良心不安呢。老板有事儿？没什么，就是你那药篓子我也收了，这15个铜板给你了。不拒绝，不，这我不能收。几个竹篓子的事儿，你要就拿去好了，压根本不值钱的。老板，你已经对我够好的了，又是高价收我的药，又是给我吃大白米饭，做人不能不知足的。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你一大早过来还没吃饭吧？没，我不饿。不是，我真的不饿。饿了就说嘛，我家别的东西没有，就是吃的多。等着，我给你去拿饭，今天给你加2个菜。吃吧吃吧，快菜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好吃，太美味了！就是这儿，怎么样？我就说不是鬼店吧。哟，香，好香啊！只是上次的味道好像不太一样。这是什么？哦，那2道一个是糖醋里脊，还有一个是回锅肉。你家既然有这样的好菜，为什么上次也给我上？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觉得我拿不出钱？不是，方你自己说不要的。有吗？停！打住！还有什么菜？掌柜的你就一口气说了吧，我全要了。没了，今天就准备了这3个菜。那就这3个菜，给我每样来10份。那啥，菜价涨了。早该涨了，涨了多少？每道菜50。 50两一道菜，
哦，确定不是去酒楼吃饭的？当然不是，吃饭不会好食酒，更不会刻意打扮。小春向来克制，绝非馋嘴贪玩的小人。你下去吧，顺便查一查那酒楼老板的背景。若他是骗财之徒，我定不会轻饶他。遵命。小春，出门一趟，你心情倒是很不错。公子放心，我以后不犯错，一定好好干活。那你今天出去到底做了什么？我去吃饭了，就是上次我们去过的那家酒楼。吃饭何须打扮？他分明是在撒谎。等拿到实据，再看这小子如何狡辩。又来蹭于掌柜的好菜了。王震，哟，老板上菜，好吃好喝伺候上。这么多人，你要出远门？是啊，这趟要走几个月，吃不到你的菜了。正事要紧，你要往哪儿去？这次有批货要运往泉州，距离倒算不上太远，就是如今的南边有些乱，这一路上怕是不会太平了。乱？我从没离开了客货镇，外面什么情况？这些年朝廷虽然极力休养生息，但南边都是山山水水的，粮食种不起来。要不是有商人和朝廷北粮南调，怕是早就闹起灾来了。不过这些年北不是大旱就是大涝，自己粮食都不够吃，自然供不上南边了。现在那边到处都是自立山头的贼寇，乱得很呐。行吧，那你自己小心点。我武功好，打不过能逃，倒是担心你。乱子蔓延过来你就危险了，去京城发展吧。我哪儿也不去，后厨不能移动，京城远不如这里安全。战争真波及到我这里，我也能躲回现代。就知道你不去，我还有事提醒你，3年一次春闱快到了，你该准备了。我不科举，准备这些做什么？你这是酒楼，客货镇是进京必经路，你店开了，学子肯定会来这里。穷书生吃得起我家50文的菜？春闱考生都是举人，常有富商资助，但多数人仍愿自食其力。举人本就不愁生计，我让你准备的是秋闱。如今南方受灾流民四起，多地秋闱无法举行，朝廷便令考生来京应试，考完直接备战春闱。好吧，可这样那些秋闱过来的秀才不是更穷了？除了举人，有潜力的秀才也是有富商捧的，这叫投资。再说你也可以投资几个有潜力的，到时候要是他们发达了，给你家酒楼提个词挂个匾什么的，生意不就好起来了吗？指不定100年后还能成为一段佳话呢。没必要，我不稀罕这些虚名。好，虚名不稀罕，钱总稀罕吧？钱我稀罕，但你不是说他们没钱吗？正因为没钱才好赚钱啊！我怎么越听越糊涂？我来问你，秋闱那么多人住哪儿？当然是京城啊！京城考试不住京城住哪？那你有没有想过京城的消费有多高？你也说了是些穷书生，他们出得起钱吗？住一晚也花不了几个钱吧，大不了咬咬牙的事。什么1、2晚，有些要住几个月，甚至大半年。说那么久干事？是啊，这不是现代，没有那么便利的交通。像古代这种大部分靠走路出门的，提前几个月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尤其是乡试、会试那么重要的考试，一路奔波疲惫状态下参赛，自然是不行的。得就近找个能住的地方，考前安心读一阵子书，这才更有把握。想明白了吧？今年去京城参加科考人特别多，城外的寺庙之类的绝对是挤不下的。离京城最近的集习地就属你们这边了，到时候肯定有很多书生会停留在这里温习功课。等到考试快开始再去京城，这就是你的机会。机会？什么机会啊？哎呀，你怎么就不开窍呢？发展生意啊！你看看你这一条街全都是死街，全拿下来也花不了几个钱。到时候考生进京，你再便宜点租出去，本金就回来了，指不定还能把这地方发展起来。到时候地皮一转手就翻了好多钱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可你为啥告诉我？哎呀，这地方想发展起来，不是有一个前提吗？那就是你。你太高看我了。没错，就是你，或者说是你家的菜，你做的菜实在是太好吃了。只要你家的店在这儿，客货镇发展起来是早晚的事。不知道我在吃从你家的菜以后，那味道越吃越想吃，根本停不下来，几天不吃就抓心挠肺。打住！你这越说越吓人了！我这可是正经酒楼，可没往菜里加什么让人上瘾的东西。我知道，就是你菜做的太好吃。我原先也疑心是菜里动了手脚，可找名医查过，我非但没中毒，身子反倒更好了。再加上他这些天只收药材不出售，想来他做的根本不是普通饭菜，而是药膳。你的主意是挺好的，不过我上哪儿去找这些房主啊？周围的地皮婚府谈妥了，而且已经去官府给你办了过户，这些地契现在全是你的了。你这多少钱？不要钱，我有事求你帮忙，我要出远门，你有路菜吗？路菜？知道，我这里有，你等我一碗。等于老板开门，吃完最后一顿就上路。
啊！于老板，说好的菜准备好了吗？放心吧，早给你准备好了。各种口味都有，全是袋装的。确定不是去酒楼吃饭的？当然不是，吃饭不会好食酒，更不会刻意打扮。小春向来克制，绝非馋嘴贪玩的小。你下去吧，顺便查一查那酒楼老板的背景。若他是骗财之徒，我定不会轻饶他。遵命。小春，出门一趟，你心情倒是很不错。公子放心，我以后不犯错，一定好好干活。那你今天出去到底做了什么？我去吃饭了，就是上次我们去过的那家酒楼。吃饭何须打扮？他分明是在撒谎。等拿到实据，再看这小子如何狡辩。又来蹭于掌柜的好菜了。王震，哟，老板上菜，好吃好喝伺候上。这么多人，你要出远门？是啊，这趟要走几个月，吃不到你的菜了。正事要紧。你要往哪儿去？这次有批货要运往泉州，距离倒算不上太远，就是如今的南边有些乱，这一路上怕是不会太平了。乱？我从没离开了客货镇，外面什么情况？这些年朝廷虽然极力休养生息，但南边都是山山水水的，粮食种不起来。要不是有商人和朝廷北粮南调，怕是早就闹起灾来了。不过这些年北不是大旱就是大涝，自己粮食都不够吃，自然供不上南边了。现在那边到处都是自立山头的贼寇，乱得很啊。行吧，那你自己小心点。我武功好，打不过能逃，倒是担心你。乱子蔓延过来你就危险了，去京城发展吧。我去，后厨不能移动，京城远不如这里安全。战争真波及到我这里，我也能躲回现代。就知道你不去，我还有事提醒你，3年一次春闱快到了，你该准备了。我不科举，准备这些做什么？你这是酒楼，客货镇是进京必经路，你店开了，学子肯定会来这。穷书生吃得起我家50问的菜？春闱考生都是举人，常有富商资助，但多数人仍愿自食其力。举人本就不愁生计，我让你准备的是秋闱。如今南方受灾，流民四起，多地秋闱无法举行，朝廷便令考生来京应试，考完直接备战春闱。好吧，可这样那些秋闱过来的秀才不是更穷了？除了举人，有潜力的秀才也是有富商捧的，这叫投资。再说你也可以投资几个有潜力的，到时候要是他们发达了，给你家酒楼提个词挂个匾什么的，生意不就好起来了吗？指不定100年后还能成为一段佳话呢。没必要，我不稀罕这些虚名。好，虚名不稀罕，钱总稀罕吧？钱我稀罕，但你不是说他们没钱吗？正因为没钱才好赚钱啊！我怎么越听越糊涂？我来问你，秋闱那么多人住哪儿？当然是京城啊！京城考试不住京城住哪？那你有没有想过京城的消费有多高？你也说了是些穷书生，他们出得起钱吗？住一晚也花不了几个钱吧，大不了咬咬牙的事。什么1两晚？有些要住几个月，甚至大半年。住那么久干事？是啊，这不是现代，没有那么便利的交通。像古代这种大部分靠走路出门的，提前几个月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尤其是乡试、会试那么重要的考试，一路奔波疲惫状态下参赛，自然是不行的。得就近找个能住的地方，考前安心读一阵子书，这才更有把握。想明白了吧？今年去京城参加科考人特别多，城外的寺庙之类的绝对是挤不下的。离京城最近的集习地就属你们这边了，到时候肯定有很多书生会停留在这里温习功课，等到考试快开始再去京城，这就是你的机会。机会？什么机会啊？哎呀，你怎么就不开窍呢？发展生意啊！你看看你这一条街全都是死街，全拿下来也花不了几个钱。到时候考生进京，你再便宜点租出去，本金就回来了，指不定还能把这地方发展起来。到时候地皮一转手就翻了好多钱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可你为啥告诉我？哎呀，这地方想发展起来，不是有一个前提吗？那就是你。你太高看我了。没错，就是你，或者说是你家的菜。你做的菜实在是太好吃了。只要你家的店在这儿，客货镇发展起来是早晚的事。不知道我在吃从你家的菜以后，那味道越吃越想吃，根本停不下来，几天不吃就抓心挠肺。打住！你这越说越吓人了！我这可是正经酒楼，可没往菜里加什么让人上瘾的东西。我知道，就是你菜做的太好吃。我原先也疑心是菜里动了手脚，可找名医查过，我非但没中毒，身子反倒更好了。再加上他这些天只收药材不出售，想来他做的根本不是普通饭菜，而是药膳。
你的主意是挺好的，不过我上哪儿去找这些房主啊？周围的地皮不谈妥了，而且已经去官府给你办了过户，这些地契现在全是你的了。啊，你这多少钱？不要钱，我有事求你帮忙，我要出远门，你有路菜吗？路菜？知道，我这里有，你等我一晚。等于老板开门，吃完最后一顿就上路。啊！于老板，说好的菜准备好了吗？放心吧，早给你准备好了。各种口味都有，全是袋装的。这是何物？啊！这就是你要的路菜，外面是说明书，看着，我只演示一遍。方便饼加料包，再倒水。这是什么？也太香了吧！这就是另一种路菜，我们叫它泡面。好了，快走吧，路上憋不住再吃。来人，把这箱东西抬出去，切记一定要好生看管，不可有闪失。王少，刚才那是什么味儿？好香啊！我明明吃饱了，还想再吃点儿。行了行了，不该问的别问。我去，一觉睡到10点了。算了，今天不开门了，打游戏。都查清楚了。查清了，老街铺子全归于止，他无靠山，酒楼生意冷清，小春常去，荷包次次空。照你意思，小春的钱全进了他口袋。小掌柜哪儿来钱买大皮铺子？公子，那酒楼开门了！拉网线装 WiFi， 古代也能上网。哟，小春来了。老板，你这么多天没开门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你这店不开了。还是老规矩。不，这次我要吃6盘。回公子，小春已经进酒楼了。哼，好，很好，出发。薛家这阵仗，绝对有人要倒霉。公子，要不要把围观人群驱散？不用，人越多越好。公子，前面就是那间酒楼了。大傻春，你在干什么？公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在吃饭啊。公子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你们这么多人围在我店门口做什么？那啥，我们是来吃饭的。其他人可以，唯独你不行。凭什么？我家菜不卫生，怕你吃坏肚子找我麻烦。掌柜的，我不吃，其他人总可以吧？可以，我家菜50文一道，可不便宜。好，50就50，今天全场我薛新月买单，挑出菜的毛病，我就赏10两纹银。老板，上菜吧。不公平，我们排后面，一费提完了。50文抵我伙食费，有的吃就不错了。小春，你来端下菜。小春，先给搁上，平时你欺负他，滚边去！怎么样？菜有什么问题吗？菜太咸，不好吃。听到没？菜太咸，不好吃。他都舔盘了，这话你觉得合适吗？挑毛病的不准把菜全吃完，更光瓦龟，
吴妈，你上，以你的口味挑毛病。你们怎么还没走？打烊了，忙一天累死，只想躺平玩手机。老板，我家公子想尝尝您做的菜。不行，公子哥金贵，吃出问题我担不起。为什么其他人能吃，就我不行？我有错在先，我愿意道歉。我要堂堂正正吃他做的菜。不卫生啊！我之前就说过了，这主仆俩怎么就听不明白？不卫生，这是借口。那么多人吃都没事，真不卫生早被挑理，我才不行。表面干净，内里添加剂太多。预制菜全是科技，一口半张周期表。为什么其他人能吃，就我不行？唉，你娇生惯养，出事你家人会找我麻烦。放心，出事我自己担，不找你。不行。行不行4万，但麻烦太大，不能答应。我再问一遍，行不行？公子别费劲，我不会答应。最后一口价，50两。看人真准，后果自负，菜我来定。50两不赚白不赚。可以，快去吧。还好他贪财，不然真没办法。选防腐剂少的素菜，别吃出事。摆盘精致，50两花的值。薛公子，您的小葱拌豆腐，请品尝。白白绿绿，香味淡雅却精致。浓香顺滑，从未有过的美味。妙哉，你的厨艺近乎神迹。过誉了，大家吃得开心就好。预制菜加工，我都有点脸红。我本想让吴妈挑刺，她味觉异于常人，没想到连她都被征服，佩服。味道很好，就是有点不过瘾。唉，我有刺激菜，就怕你吃完拉肚子。只要过瘾，我什么都不怕。辣椒炒肉，尝尝看。这是什么菜？气味太冲。爽！爽！这味道实在太爽了，第一次尝到正常味道，太满足。吃完就走，本店要关门休息了。我以后还能再来吗？可以，菜我定，每道1两银子。好，一言为定，后天见。 Much later。我操！我不行了，求你照顾我家人。虎爪伤，古代真的会死。急，遇到快死的病人怎么办？打110，没开玩笑。干，我也没开玩笑，赶紧送医院啊！这个情况有点特殊，不能去医院。不是吧？你犯事儿了？哦，少废话，赶紧带着药过来一趟。有些事三言两语解释不清。3分钟。别冻死！我操！几天不见你玩这么花！少废话，赶紧看伤。这伤口有些奇怪啊。哎，咋瞅着那么眼熟呢？我去，这怕不是虎爪抓的吧？这人是动物园工作的？这个你就别问了，就说还有救吗？没救，我就推火葬场去了。能救能救，别急啊。还好是冬天，厚衣服卸了大半力道，差一点伤心脏，如今只是外伤，缝针就好。那他现在怎么还晕过去了？失血过多晕了，现代医疗肯定死不了，大不了输血，小意思安啦。OK， 万无一失。这是我操李珊珊！尼玛，我操！那么激动干啥？不就是住60几年的人参吗？什么叫不就是？你到底懂不懂行情啊？这可是60几年的纯野生极品参！
你们平常店里卖的不都是100年老参吗？这才区60年，至于那么激动吗？说你不懂行，那都是包装噱头，就像预制菜挂手工现炒的名头一样。市面100年参多是30几年，这株已是极品。这参我要了，50年拍150万，我出170万。一口价200万，赚翻！这参实际是我的。我靠，他是你爹吗？咱俩关系，你不压价还帮他抬价？废话，我不要抽成的吗？200万到手，这小子真是福星。绝不能让他死，不然少赚太多钱。行了，这小子没事，我开点药吃几天就好，年轻恢复快，注意别杀炎就行。没问题，记得开中药，他家草药多。他要回古代，西药没法用。啊 ！OK， 待会儿发你手机上，我先回去了。 Later。200万到账，我要实现财务自由了，太爽了！吕镖头，这不对吧？怎么不对？我以前去京城走的不是这条道。镖师说这地方根本没食宿，天色不早了，夜里赶路太危险，我们去隔壁镇子住一宿再走吧。他一枪挑匪，杀人不眨眼，这地方荒芜，夜里吓人，绕路吧。老黄历了，客货镇现在有吃有住，离京城近，这是最快进京路线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里阴森森的，还是去隔壁镇？不去，要去你自己去。签过协议，我只保你安全到京。一切听我，镖局规矩，住熟不住生。这家店我们熟，绝对不会出岔子。明白，全听吕镖头安排。怕是隐形消费，今天要被宰。到了，就是这里。还好老板今天没关门。货停这里，晚上住镖局驿站。吃饭去对面，50文一道菜。去，自然要去。黑店，妥妥的隐形消费。二位秀才，一起去吃饭嘛？不了，我们要温习功课。50元太贵，我们舍不得。各位镖师，一起去尝尝。哟，吕镖头，好久不见。掌柜的，来个雅间儿，另外把你们这儿最好的酒菜都上了。没雅间，就大堂。不是，雅间都没有，你这怎么做生意的？50文一道菜，服务还这么差。赵掌柜，赵掌柜，消消气。于老板家就这样，他家主打味道好，不屑搞虚头挤脑的。坐下吃菜，别生气。哼，是啊，老赵，消消气，给吕镖头个面子。哼哼，老板点菜。菜在墙上，自己点。才4道吗？本以为要被狠惨，居然只有4道菜。4道菜，200文就能搞定。上新菜了，辣椒炒肉来3盘。这菜很辣，你不一定吃得惯。没事儿，大家都别客气，尽管点。您点够多了，我们跟着吃就行。是啊，我们胃口很小的。胡说！我点的是我自己一人份。我要宫保鸡丁，我要回锅肉，我要辣椒炒肉，我要糖醋里脊，我要3个菜。好，稍等，马上就好。哼，我当年在满江楼吃饭，比这讲究。可是苏江边上那座满江楼，一顿8大碗，才300文。黄鹤楼更气派，一顿才1两多银子。吕哥，他们在说什么？不知道，你们怎么都不吃？
不喝汤我们吃不下饭。于老板，店里有汤吗？太辣了，急需汤缓一缓。正好有浓缩鸡汤宝，科技与狠活。100浓缩，我可不敢多喝。最近力气变大，单手端锅毫无压力。鸡汤来喽，吃啊，怎么不吃？老板，你这鸡汤里的鸡呢？有鸡汤就行，管鸡在哪儿干嘛？快喝汤，别计较那么多。太鲜了，把鸡的灵魂都熬进去了。老钱，别演了，还要讨价还价。别碰我，别糟蹋这碗好汤。说好共同进退，你居然反水！这顿饭钱你自己一个人出，我出就我出。我佩服吕镖头，吕镖头救过你命，你却恩将仇报。这顿饭我请，你们别吃我的菜。他拿钱办事，保护我是应该的。这怎么还吵起来了？可是苏江边上那座满江楼，一顿8大碗才300文。黄河楼更气派，一顿才1两多银子。吕哥，他们在说什么？不知道，你们怎么都不吃？不喝汤我们吃不下饭。于老板，店里有汤吗？太辣了，急需汤缓一缓。正好有浓缩鸡汤宝，科技与狠活。100浓缩，我可不敢多喝。最近力气变大，单手端锅毫无压力。鸡汤来喽，吃啊，怎么不吃？老板，你这鸡汤里的鸡呢？有鸡汤就行，管鸡在哪儿干嘛？快喝汤，别计较那么多。太鲜了，把鸡的灵魂都熬进去了。老钱，别演了，还要讨价还价。别碰我，别糟蹋这碗好汤。说好共同进退，你居然反水！这顿饭钱你自己一个人出，我出就我出。我佩服吕镖头，吕镖头救过你命，你却恩将仇报。这顿饭我请，你们别吃我的菜。他拿钱办事，保护我是应该的。这怎么还吵起来了？都少说2句，都是一起出来混的，无对错可言。都是气话，饭钱平分，别伤。汤快凉了，老赵干了这碗，老钱都先干为敬了。怎么样？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老钱，少说2句，别再激化矛盾。吕镖头，我错了，不该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我诚恳道歉。不会坑你们，于掌柜的菜多少钱都值。我们肤浅，于掌柜的食物堪称一绝。话说开就好，大家快吃菜。有那么好吃吗？我尝尝。水！掌柜的，加菜，每样来10份。这顿饭太爽，老板结账。48盘菜，汤饭赠送，共2400文。我就点6盘，300文，剩下你们付。吕镖头，怎能让你出钱？我来付。超出日常开销，我们自己结，剩下你们付。镖头说了算，我也走了。今天剩饭多，你们要不要？别浪费了。要，剩饭剩汤我们都要。汤能打包吗？都拿走，记得把盆还回来就行。 The next day， 客车开门了，我们等好久。你们要干什么？鸡汤出问题了。当然是吃饭。昨天4道菜每样10道，鸡汤也要。昨天鸡汤太鲜，我尿都是鸡汤味儿。我也是，以为只有我这样。菜味一绝，还有奇效，简直是神仙下凡。厨艺精进，鸡汤比昨天更浓，这是何等母鸡，味道更胜一筹。这2位是？这是张李2味秀才，赴京考秋闱，必能高中。我们不走，在此苦读，临近考期再入京。2位还没吃吧？一起吃点儿。不了，我们找掌柜的借一步说话。掌柜的，昨天的鸡汤和剩饭还有吗？剩饭是汤，你们要这个干什么？京中居大不易，求掌柜的单卖我们饭汤。钱不花，这辈子就够花，记住这话。掌柜说的深刻，就是听着怪怪的。剩不剩饭看客人，说不准。那饭能直接卖给我们吗？
不能，单卖饭不划算，赔本。掌柜可怜我们，穷学生吃不起50文的菜，求求您了，行行好。拿等价东西来换，我不接受空口画饼。我可以立字据，高中必报答您。我不要未来，只要现在实打实的东西。那我们回去想想，再来找您。去吧，我看好你们哦。哟，伤没好，出来做什么？掌柜救命之恩，我终身追随，任凭差遣。快起来，地上凉。这是卖参的100两，你拿着。这参只值30多两，您别贴钱，我不能收。这里人参这么便宜？是啊，药店里就是这个价。60年人参不算稀罕，100年才能卖高价。100年参要深山采集，危险又难接触。我这次进深山遇大虫，差点没命，幸亏遇上老板你，不然小命不保。等等，你说100年参是实打实100年，不是虚的？肯定实打实，1000年人参都有，1000年参是贡品，在宫里还会跑。你先等等，急！100年人参值多少钱？1文不值，遇上假货了。我没开玩笑，你去说个价。你认真的？手里有货？当然认真，这东西应该有吧？手机说不清楚，我马上去你家。你先坐会儿，我有点急事。急事。Later。你有100年人参？真的假的？现在最多5、60年，100年参耗地利，基本不存在。古籍里常有100年、1000年参，不全是假的吧？明清后就少了，环境变了，像萤火虫一样快绝迹了。对了，帮我看看我身体有没有不对劲？身体虚了，脉搏健健，没问题。天哪！于之，你吃了什么补药？该不会把人参当饭吃了吧？你这体质，不去当运动员可惜了。少废话，你就说现在还有没有问题吧。这些天我身体早就不对劲了，力气各方面都强了太多，难道不是心理作用？你再给我把脉。明明是人，怎么会不一样？怎么样？要不跟我去医院做个 CT？ 算了吧，反正也没啥事儿。你先回答我，100年人参价值多少钱？研究价值高，起码能卖1000万。才1000万，还不够一辆跑车钱，这药一定留给我。别动，伤口没好，感染就麻烦了。我没用，只能干活报恩，不能耽误生意。这是你应得的，拿着，养好伤比什么都强。你不干，有的是人干。2位秀才过来打扫，干好管饭。此言当真？管饭太值了！我是读书人，你竟让我干粗活！我当账房，每日3菜1汤有荤，管吃住不要工钱。我自己会算，不用账房，要干活就去。弟兄一起干，有饭吃。读书人岂能折腰？你书读狗肚子里了？不干活没价值，凭什么白吃饭？我饱读圣贤书，岂能做贱吏？你满身铜臭，懂什么？先考上再说。只会读书，当官也是害百姓。庶子休言，士可杀不可辱。鸡兔同笼，头35，脚94，各多少？答下来就让你当账房。这题目粗鄙，我不会答。连这都不会，还敢当账房？算得明白吗？你这问题就是胡扯，你自己都不知道答案吧？我就不信，一个酒楼老板娘能比我聪明。我不知道有什么打紧，又不是我要当账房。张秀才，你涂画画，应该有答案了吧？侥幸研究过此道，用剁脚法算，所有动物剁掉一半的脚。我再出一题，鸡兔鸭同笼，共计40只，足112，鸭是鸡的2倍，求个数量。这就复杂了，恕我寡陋，一时半刻算不出。不过有想法，回去想想能解出此题。没想到老板娘胸有大才，庶子侥幸得中，也敢在此夸夸其谈。再比一场，随便，有啥好处吗？我赢了。
镇上食宿你全包，再给我包辆进京马车。那你要输了呢？怎么可能？我输了就当众给你赔礼道歉。美的你，就这赔礼道歉算什么？那再加3个响头。我对你的响头没兴趣，输了留钱留书，卷铺盖走人。这，好吧，非要我先出题。可以。你且听好，别说我欺负你。上联风帆书页卷，月照笔锋寒。妙啊！风对月，帆对照，书页对笔锋，凭借工整，意境更胜一筹。老板娘大才！再对一个，闲翻诗卷寻家具。静依窗棂待月来。我就不信了，我在……不对，怎么光是你出题？该轮到老板娘了。好，你来，我自认接对子拿手，不惧你。行，我出一个，你接得上算我输，接不上我赢。行。树书高坐，五谷不分，望以文辞尊雅骨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很难对吗？老板娘这上联太毒，拐弯骂里秀才五谷不分，对仗工整暗含讥讽，极难对上。如何？对得上吗？给个时间，我不能一直等。哼，有题必有解，你解不出就算平手。抱歉，你输了。下联必是虚吟，四体俱堕，却凭笔墨是寒酸。有可能，我不信你是抄的，不算，再来。切，再对就再对，十指无减，三餐赖痢，偏到清平真下。这又是骂人的。老板娘骂人不带脏字，境界太高了。一间无担，办事疏劳，还夸淡泊古君子。行了，扶他回去吧。欢迎他回来报仇，记得多读书。哦，你书已经输我了，别带走银子和书。老板娘，姓李的走了，我看他藏了东西，他肯定藏了银子，要不要我追回来？不用，别赶尽杀绝，他没活路会出事。掌柜的，李代睚眦必报，您要小心，他会请对王之王对穿肠，此人能把人气吐血。无所谓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你说有人能飞檐走壁，是真的吗？自然是真的。威远镖局镖士大多会武功，我见过江洋大盗飞檐登城楼，吕奇镖局长枪带火。怎么样，王老爷子有消息了吗？有消息，但不好。王老爷子被打败，躲在千秋山养伤。他让您小心的年轻人。干！我每年孝敬那么多钱，关键时候一点不顶用。我和那年轻人平手，3条路都没法走。少东家，拿出泡面吧，吃完我们一定有办法。吃，给土匪吃，说不定能放我们过去。不要啊！泡面不能给土匪，我们再抽一次。我有考量，镖局重人情世故，不是打打杀杀。威远镖局不好惹，不如放他们过去。不打有损威名，我们正需要战绩立稳脚跟。放！威远镖局送来拜帖，约大当家单独面谈。约在半山腰，以面会友，煮面论英雄。去回威远镖局，明天我一个人准时赴约。王少此去凶险，泡面千万别给太多。行了，我心里有数，等我回来。一代煮大锅，闻味儿也能下饭，分汤配馍馍，全队都能解馋。等他到了再放面，才够劲道。既然来了，就别杵着了，赶紧过来吧。这面要硬些才好吃。这面够劲儿。弹韧口感，从未有过的惊艳。麦香混汤汁在舌尖炸开，牛肉醇厚，香料绵长，咸香刚好，层层风味，寒冷里格外温暖。从小到大，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。再来一碗。啊，不是兄弟，你当这是大白米饭吗？你说再来一碗就再来一碗，哼，这东西我好不容易才弄来的。哎，汤就着窝窝头啃吧，比没得吃好。
我们连白米饭都不随便吃。吃饱了，我用泡面换我们安全过路。可以，1000斤粮食。不谈了，开打！500、300、200、100，站住！可以谈。10包泡面多了没有？这泡面独一份，别处买不到。我存货不多，给你10包已是极限。太少，没法给手下交代。15包，20包，不能再多了。不行，再多点。24包，我私人分里抠出来的。成交。不打不相识，我叫王震。狼，没姓吗？你不像坏人，怎当土匪？官兵征粮，村里活不下去，劫土匪能活。你打算一直干，跟我干镖局，顿顿吃好的。你说泡面珍贵，你骗我！正因为珍贵，才显拉拢诚意。京城旁客货镇有酒楼，菜比泡面还香。店在哪？客货镇，你到底愿不愿意跟我干？你山寨只有你能打，活不久。再说吧。既然如此，先告辞了。少东家，成了吗？谈的什么价？妥了，24包泡面。欺人太甚！我跟他们拼了！那是我的泡面，算我一个。够了，泉州不能拖，明日启程。老夏送泡面，到京城就去于老板酒楼。天狼山怎么放镖局过去了？威远镖局给了24包泡面当过费。天狼山放话，过路可谈泡面价。泡面？那是什么玩意儿？掌柜的，穷书生总问便宜饭菜，整那麻烦事儿干嘛？没本事就饿着。外面秀才求见，您看看吧。哼。行，喊几个进来，我测测价值。我会算账，可当账房。把这题贴出去，算不准别来。我能写字，代写书信。我自己会写，以后别放这种人进来。我会作诗，帮你写情诗。不用，赏你1文钱穷鬼套餐。穷鬼套餐是什么？咱店没这东西。1文钱1碗鸡汤1碗饭，1天3次限购。谢谢老板，我一定好好干。我会书法，字写的尚可。安排套餐，先留下，出门右转，不送。今天到此为止，让张官按标准筛选。于老板，多日不见，好生热闹。薛新月，好久不见，今日要点什么？我祖母60大寿，想请您办宴席。不行，坚决不行，加钱也不行。寿宴吃预制菜，太不孝了。于掌柜，您再考虑考虑吧。不考虑，我绝不会做寿宴。哎，不提了，今天照旧小葱拌豆腐，吃你家豆腐，我脸白了好多。豆腐卖完了，我这儿有新菜，效果绝佳，就是贵。新菜有特效，只要好吃，钱不是问题。新菜80两银子一道。80两，太黑了，公子别吃。我信于老板，80两，我吃了。楼上雅座，请。七彩水晶灯，琉璃窗，太奢华了。一般般啦，就是普通玻璃制品。新菜要7次一疗程，不是立刻见效。明白，我连吃7天，经验施惠。您的金汤花椒鸡，请慢用。好香，这80两值了。暖意顺着喉咙滑下了，这鲜味太了不得，没有一丝腥气。
外层口感弹糯结实，内里竟直接化开了，胶汁在口中缓缓流淌。这鸡肉竟入口即化，不用咬，一抿就化开，浓鲜瞬间在齿间炸开。妙哉！西湖分量少了点儿，这可是80两一盅的菜，根本没吃够啊！这事也不能怪我啊。市面的货大多只有金汤，花椒和鸡就只有一点点，全放进去就没那么好看了。现在这样才够精致扎实，这才配得上80两的价格。少是少了点，味道却是一如既往的美味。掌柜的，接下来的7天我都会过来，还要麻烦你帮忙提前准备了。不瞒你说，浣花节我有位京中的姐妹要来，若是真有疗效，我必将她推给你。要是能得她亲眼，80两的菜根本不算什么。浣花节，这个节日倒是稀奇。浣花节古来有之，就是年轻男女交友会，这个我懂。今年京中好几个诗画社定在了漱玉川边，听闻掌柜的也有大才，本想相邀，但想必这一日掌柜的要忙于酒楼生意，大概率也不便出行。确实不便，外面太危险，我不会出门。好，那就祝老板生意兴隆了。这些天京里应该会有不少人出行。酒楼里的菜果然是上收品，但菜品到底太过单薄了些，不妨多出几道，以备京中人士宴请。会考虑的，只要钱到位，一切好说。店里的菜确实少了些，4盘菜凑不成一桌席面，不过也无所谓了。真遇上肯出钱的大佬，再加菜。告辞。每天都有30来万净收入。喂，是于女士吗？这里有一堆您的快递，已经送到门口了，麻烦您出来签收。好的好的，最近没买什么东西啊，这里不是古代，没什么危险，交易都找发小，没路过府，不可能有人来绑架我。家门口全是监控，跑不掉的，是熟悉的快递员。没错，足足20-30个箱子，堆得满满当当。可我买的预制菜胶都到了，就算有剩的也不可能这么多。小哥，是不是送错了？没错，地址就是你这儿，好像是之前送过的一家店。行了，快签收着吧。都是冷冻产品，不赶紧放冰箱就坏了。我只负责送货，你可以检查货有没有问题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辛苦了。金汤花椒鸡，怎么还是金汤花椒鸡？20箱拆完，全是这个，足足有200多包。我啥时候买了这么多？我只批发了20来包试试水，难不成是我下错单了，还是购物系统出 bug 了？冷冻货放外面会坏的。得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要是商家发错货，我得退回去。我不是那种贪小便宜的人。怎么是这么大惊小怪的？于芷，你怎么还这么淡定？天还没塌下来。刚刚收到风，那个不识好歹的李代找上对船厂了。听说对船厂已经答应了，正带着对子社的人往客货镇赶。来就来呗，又不是什么大事。什么不是大事？那可是对穿肠啊！掌柜的，要不我们关门几天吧，避避风头，等他过去了我们再开店。那对穿肠估计是收了李代的东西，只要避过这阵风头，他自然走了。避风头？我有啥好避风口的？几万到几十万的都有，买不起，根本买不起。那对穿肠真的怼死过人，万万不可大意啊！我真是怕掌柜的被气死。你看我像是那么小气的人吗？这话我该怎么接？还是要小心，那对穿肠真不是泛泛之辈，而且这次他有备而来，这里面绝对大有问题。对个盾子连骂7句，怼得李代吐血，句句戳李代的清高脸，这样的人说不小气谁信？有备而来就有备而来呗，还能吃了我不成？再说了，你是不是忘我是干啥的了？我一个酒楼老板，不比对子吗？他赢了我就很光彩吗？对哦，你的身份在这儿，他赢了你也不光彩。
感情早就想好了退路。老板不愧是老板。你说的话也有道理，连续开了那么多天店，是有点累了。先关个门吧，再见。这家公子已经吃了7天了，天天开着没啥赚头，不如回被窝想想就美滋滋。早知道费那么多话干什么？关门大吉这事儿，他比谁都积极。酒楼今天没开门，薛公子，这不是重点，您快救救我家掌柜的吧！发生了什么事？你细细说了。该死的掌柜，这就是对川厂，他们商量好了，换花节当天当众出手，严重点的可能。放心，对川厂的名号我也听说过，我会想想办法的。不安心开店，我保证不出岔子。那就多谢薛公子了。去纸笔，嬷嬷。公子，你真要帮那个黑心肝？他不是黑心肝，于老板卖的是真东西。这些天你都看在眼里，那地方肉长得快，都已经打了一圈了。这话实在太羞人，没法细说。初吃花椒鸡只觉味美，连吃7日才觉出不对，发福了，腰腿手臂都和从前一样，唯有该长的地方长了肉。终于懂花椒鸡补的是哪儿了。方才差点跑去酒楼报喜，亏得酒楼关门才醒了神。公子，你就宠着他吧，早晚有一天被他给卖了。行了，别贫了，去找阿峰，让他骑吹风连夜走一趟。新月那小子居然给我写信了，搞什么鬼？又是酒楼又是对字的，难不成这小子开始思春了？指如疾风，势如闪电，指如疾风，势如闪电，指如……姑姐，吓死我了你！进来不敲门，我还以为是爹来了。哼，小七，你又背着爹偷偷练武。早说了，咱家血脉没练武的天赋，你好好走科举的路子不行吗？哎呀，有没有天赋有什么打紧？再说了，科举的书我早背熟了。就这天赋，还是洗洗睡吧。哦，我来跟你说，后天跟我一道出门。不去。真不去？嘿嘿，这次你没证据，你奈我何？反正这次你新月哥也会去，爱去不去。别，我去，带我一个！我亲爱的好姐姐，带我一个嘛！那下个月你要陪我逛3次街，成交。哟，赵武，你来了！我答应帮于直摆平对川城，找遍了人都没稳赢的把握，最后才盯上了你大哥。他是状元，对付他稳稳当当。我大哥，我哪里请得动他？他是陛下钦点的状元，正忙着呢，弄不好也得拿扫帚赶我出去，区区落底秀才，让状元出手，这不是明摆着胜之不武吗？可你信上答应我摆平这事，这事对你我都很重要。来这么久，没发现我有变化？别说，你这小脸白了不少，最近用了什么护肤品？快告诉我，让我也白白。除了白，没看出别的。我靠，你这个怎么弄的？今天居然发现了新大陆！嘿嘿嘿，好说好说，我最近新得了一个秘方，专治你这种棺材板的。哎呀，早就准备好了，这不是把我家小七带过来了吗？他的水平你知道，保证不出岔子。薛哥哥，告诉我怎么弄嘛？就他能行吗？我让苍敖去斗狼，结果来了只美满月。放心吧，论科举正道，小七不如大哥，但对子，大哥比不过他，他也就对子厉害，别的一般。嘿嘿，他输了就没脸在文坛混了。薛哥哥放心吧，就算他还有别的，我也不虚。玩文的咱不怕，别打架就行。大哥仕途正盛，家里藏着我，等大哥沉淀，我再一举夺魁。行吧，既然如此，也只能试试了。小七搞不定对川城，这个方子你也别想要。听到没有？敢让我拿不到方子，我就把你藏沙袋的事告诉爹爹。知道了，你可千万别跟爹说。不就是个小小的对穿肠吗？看我对不死他！对穿仇，算你倒霉。川长兄，你身体没事吧？没事，总感觉有人在背后骂我。川长兄被骂不是常有之事吗？怎的还害怕起这个了？我自是不怕，倒是你这鬼见愁来这儿干嘛？我们对子社可不欢迎你们。都是江南道出来的，特地来捧捧场。哼，什么第一杀，不过是个酒楼老板罢了，学了几个对子，有点得瑟，居然敢辱骂我等书生。我这个做大哥的，只能来找找场子。要不是李代拿出前朝古籍，我才懒得管这档子闲事。李代还搬弄了不少是非，说于止看不起秀才书生，还让张官去当杂役。虽只是挑拨，
却依旧恼怒。我们是有功名的秀才，一个满身铜臭之人也敢妄议我们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！此番只想旁观，绝不给你使绊子。就算你使绊子，我也不惧。说的你好像几时能稳赢我似的。老对手不捣乱，我倒松了口气。哼，这次来的也不只是我，江南道8州13县的学子都来了，都想看看是什么人物值得你出手。哼，如此大的阵仗，这李代倒是会搬弄是非，我又不是傻子，早猜到是他。人越多，越能帮我扬名。3次落榜，我早想另辟蹊径。李代那人你还不知道，小人一个，我出手自有我的道理。奇怪，李代之司跑哪里去了？万花节可是过半了，再不去可就赶不上下午的诗会了。下午的诗会才是关键。哎呀呀，让川长兄久等了。路上遇到2位知交，多聊了2句。哼，你竟连刘青山和王月都请出来了，我还能海涵你什么？哎呀，川长兄莫恼，川长兄莫恼，大家都是过来给你加油助威的，川长兄可万万不能大意。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带路吧，去会会那位掌柜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老板，大事不好了！怎么又不好了？有什么事儿，坐下慢慢说。李代带着对穿肠杀过来了，后面还跟着好多江南道的高手，他们都奔着酒楼来了。掌柜的，我们快关门吧！一个对穿肠就够难对付的了，李代那厮居然请了4个同水平的，这是不把老板玩死不罢休啊！高手有多高啊？有没有3、4层楼那么高啊？老板，别开玩笑了，再晚一点，人家真的就杀上门来了，我们赶紧关门吧。您老人家也操劳了一个上午了，该休息休息了。哎，这话说的有道理。酒楼开了1个多时辰，该休息了。哟，知道不是对手就关门大吉了，想跑门都没有。于老板，你之前不是很嚣张的吗？怎么这会儿知道怕了？晚了，只要你乖乖跪地给我磕3个响头。你在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做事不要做的那么绝。今天我要让他尝尝失败的滋味。长官，你先怪站到我们这边来，过去的事不提。你做梦！哼。那就休怪兄弟我不讲情面了。说啥呢？我一句也没听明白。都出去，我要休息了。又干嘛？于掌柜，别急着关门嘛，我们可是大老远从江南赶来求教的，总不能让我们那么多人白跑一趟吧？我又不是夫子，找我求教有什么用？再说了，你们的时间是时间，我的时间就不是时间了。这可是我的午睡时间，浪费了你可赔不起。你看看牌牌，我这是酒楼，不是学堂，来求教又不是来吃饭，求教请出门诱拐。谁说我们不是来吃饭的？于老板，现在我要吃饭，是你的客户，你总不至于把客人往外赶吧？不会，那自然是不会的。客官，你要吃点嘛呀？最贵的菜6000两银子一道。开什么玩笑？你这是吃钱还是吃银子？它们是一种东西，如果吃不起贵的，小店也有便宜。店4道，每道50文，价格实惠，童叟无欺。行了，于掌柜的，别装了，我就不信你不知道我们是来干嘛的。我知道啊，问题是我这是酒楼，不是学堂。你要吃饭找我可以，其他的恕不交代。于掌柜的，你可别忘了自己当初的话，你当初可是说过，对上了你的上联，随时可以过来找回场。真是心无实学，口有妄言，如何？对的可还算工整？妙啊！这是在嘲讽老板眼中只有铜臭，简直是妙不可言。其实老板这上联也是不错，可惜太过咄咄逼人了。你是傻了吧？人家在骂你，你还说他不错？滚犊子的！谁说是在骂我了？我可是有真才实学的。你那么跳崖，该不会是戳到痛处了吧？胡说八道！我怎么可能没有实学？别否认了，就你这样的，我见得多了，一个个自命清高，我早看不爽了。人群里多是书生，都看得懂对联深意，文人相轻本就不是一条心，众人互相看不上，各有心思。来看呐，快来看呐！江南学子对穿肠，永照黑心老板嘞！
来看呐，来看呐，快来看呐！外面那么吵吵嚷嚷的，是什么事？回公子的话是江南道书生和酒楼老板吵起来了，说是二人要当众对对子比试。书生和老板对对子，倒是有点意思。七兄，我们不妨也去看看热闹。同去同去。要帮的就是他，酒楼破破烂烂，看不出哪里好吃。他，我可告诉你，务必要帮他赢下这场比试，不然你就顶着棺材敢过活吧。小七，听到了没？要是输了，你这辈子别想偷偷练武。阿现一次，我向爹爹告你一次。听到了，听到了，我两只耳朵都听到了。等会儿他们开始对对字，我就上去。我现在不关心他们对不对得上。我要是大中午的，能不能给口饭吃啊？我这还在长身体呢，这简直就是虐待儿童。放心放心，等你赢了，吃这全天下最好吃的美食。赵启是今天的主力军，必须哄好。于老板这里最不缺的就是美食。当真？自然当真。或许还算是公正吧，公不公正我也看不出来，反正字数对上了。那么开始吧。开始啥？自然是延续上一次未结束的对局，这次该轮到我们出题了，一且听题。且慢，怎么，你这是怕了？怕了也行，跪在地上给我磕3个头，此事就当作罢。不是，只是某不屑与一小偷吟诗作对。你说谁是贼呢？自然是你，你这个偷我钱的小偷。我什么时候偷你钱了？造谣可是要拿出证据的，不然我告你诽谤。有证据的还叫造谣吗？不过既然你提了，我就来问问，当初我们说好的赌约，输了留下你全部的钱财和书籍，输你是留下了不假，可钱你没全部交，你没交的钱是我的钱，不告而拿视为偷也。胡说，我压根就没拿，不对，我没藏。当初我确实藏了钱，怎么被翻出来了？没拿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从客货镇到江南道那么远的路呢，你是怎么回去的体面？我路上遇上了好友，和人借的银子。好，那么问题来了，好友是谁？借钱几何？哪里相遇？借条何在？4连追问，看你怎么圆谎。好友是我老家的好朋友，说了你也不认识。快，赶紧编个瞎话圆过去。借了几两银子。没有借条，都是好朋友，要啥借条？相遇的地点就在客货镇外，对，他也是进京赶考的。就这么说，没人能查证。好，既然他也是进京赶考的考生，想来现在不是在京城，就是在人群中。不妨把他给请出来，我们说个清楚。总不可能人来京城，还没考试又回去了吧？我看你还怎么编。他不愿见人。你这是在质疑我吗？就李代那种货色，还能借到钱？有点本事再对，有缺良辰酿，酿来尽是浊劳。被逢根致败，败有满心贪利。厉害啊，厉害！对穿肠不愧是对穿肠，怼起人来真是毫不手软。是，关键还如此有难度。小弟才疏学浅，不知这对联难度难。平片赛咱就不说了，这是典型的拆字联，最后更是带有因果嘲讽。老板难回怼喽，回怼确实简单很多，确实直接对就会困了，属于是挨了骂不回嘴了。到底都是读书人，很快拆解了对联难点。如何？这对子是我来前特地做的功课，本打算速战速决，正好派上用场。我早备好下联，要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喝酒急什么？你还是挑个对口的。刚调教2下 AI， 他就沉不住气，看来也不是什么厉害角色。对穿堂，哼，少废话，我看你就是对不上。我背了数10个对子，全是针对他的。总算等到我出手的机会了。那么着急干嘛？那不然急着挨骂，严加寸为讨，好来寒酸破山，至颓至终身无成。再调教会 AI， 定让他无地自容。不换你，妙啊！老板，这句话太绝了！不知道对穿肠最怕一事无成，你这话说人不都这样吗？也是。那这局怎么算？平手吗？当然不是，该轮到于老板出题了。也不知道他会出什么题。就这水平，确定要我帮忙？这速度和我不相上下，甚至更有水平。哎呀，到我了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出一个吧。3立科技武校群经7历史，随手让 AI 生成的数字对，够用了。对联，这他妈是在玩我吗？357对，骂刷子，这么短时间想出这对，思维太活泼了。但我怎么感觉他又在骂？就是在骂人！我有好多周段考不上功名。放心吧，这个数字对穿肠骂回去上，对不对得上论述，反讽不上，非让我上我也行。真的假的？那你来一个，让对穿肠越发头疼。如何？
答不上来吧？让我教教你吧。四副理为六模策论八润词占后榜千回图得底，2分钟到了。刚刚他也是这么嘲讽，这波操作我给满分，简直就是降维打击。对面那几个书生都快把 CPU 烧干了，这叫专业。就是学到了，这就去试试。别说3句了，我可能没开始对这趟版本了。哼，别得意，我已经对上了。3离南木5贯田搜7征河谣，躬耕半生枉费央，但内容已然落了下风。哎呦，不错哟。这次居然没骂我，这对子说的是反应过来，真有2把刷子，虽然也只有2把。哼，于掌柜，没想到你忍会儿也想找了架呢。以咱俩的水平，既然你我都是骂人的高手，那我有一个提议，就是不知道于掌柜的敢不敢应战。几番交手好像还是有真外本事的，真的有高手，我早想好了对策。哦，说来听听，只要对词，我就不带怕的。有法必有破，反正有 AI 破，怕个锤子。这样，我出一个上联，咱俩一同对下联，当然题目不会太难，所以我们要增加点世纪岛难度。他再厉害，赢不了我。哎，这对穿肠，你不会事先准备过吧？看穿了又如何？我无所谓。自然不会。若是于掌柜害怕，也可以由你出上联，就算他出题，我也不怕。酒楼弱点我早研究透了，什么题型我都能套上。他出题，天然少了一副对子优势。不用，既如此，穿肠兄请出题。我就喜欢在他最得意时绝杀，他作弊还输才是真绝杀。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掌柜的糊涂啊，这不纯属说找死啊！赢就是赢，输就输，别玩啊！去，这两人都没意见。我相信对穿肠的人品不至于如此卑劣。是什么光棍呀？于长官这是被架上了，出题就落了下风。不能吧？于长官这些题，尤其是骂人，希望个嘚儿。他要是能赢，除非天神下凡。等他不行了，我再上。英雄救英雄，直接扭转战局。听好了，队列短趟，中阴摊壁砸招牌。这个对子不难，很普通。啃残卷，嚼冷字，只为穷酸惹人嫌。AI 已经生成了200条，不够的话还可以再加。蒸酸区，蒙过客，中阴七星断伤员。钻固齿，套陈言，只为淡谈误年华。四梁抬虚架，中阴逐利失人望。土匪莫好寒灯，只为无用困穷途。我靠！我看到了什么？对穿肠居然卡住了！空姐不多，你不是对直不多吗？这老板是和你的喷子。嘘，小声点。哎呀，你这人是真慢啊！我这一盏茶都喝完了，算了，我也不等你了。我再喷不对，我再简单的说几句，你慢慢想。磨图笔啃残卷，中阴迂补误前程，超固齿嚼冷字，只为穷酸惹人嫌。钻死书套空谈误年华，废旧点堆空文，中阴固执难成事。图画里龙不吟虎不啸，小小书童可笑。棋盘里车无轮马无秧，叫声将军提防。吵！哎，穿肠兄，我还没说完呢，你怎么就躺地上了？地上凉，快起来！还有50条对子没念完，这对穿肠也太不经怼了，还没用上全力就倒下了，心态太差，还得沉淀。我靠，对穿肠被对出血了，他真的吐了2次血，那人50句就偷溜了，这骂功谁扛得住啊？不是号称对王之王吗？嘴皮子差，名气倒不小，那可是100多句啊，拐着弯骂人谁扛得住啊？哎，穿肠兄，你不要紧吧？要不要先找个大夫看看 ？AI 生成的对子不能退货。于掌柜的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于掌柜的，和气生财，对子讲究对仗工整。就你要当出头鸟是吧？别误会，我跟他不熟。放心，我不会和不入流的角色一般见识的。你竟把我当成不入流的角色？哎，不要误会，我不是针对你，我是说在场的诸位都入不了我的眼。于老板，你口气太大了，你还要与我们为敌？与你们为敌？不，你们还不够格当我的敌人。这4人都是和李代一起来的，还要硬怼4大秀才，这些人都不是泛之辈啊！临安府对子盛会，众人热议江南4大才子，也正因此有了镇三山的名头。这么厉害吗？可不是，你以为呢？刘青山在书院时，天骄皆黯然失色，佩服。那其他人呢？再说白蛇王王岳，那也是一代人物。舌战群儒，难怪叫百蛇王了。他当年不战群儒，一战成名，思维敏捷。于掌柜这次是踢到铁板喽！1对1尚有胜算，1对4必死无疑。也怪他自己太飘了，江南道4位身份早已传开，个个战绩赫赫，令人望而生畏。会场侧廊，赵武、薛新月忧愁场内局势。也太乱来了吧！小启能斗得过这4个吗？有点悬啊，1对1还好，1对4不好说。不过2人联手还是有一战之力的。就是这老板太过胡闹了些，哪有1人挑衅4个高手的？哼，谁胡闹也没有你胡闹。
少侠哥哥，还不是你胡闹！要不是我看到书信，还不知道你要惹出多大乱子。大哥，我不是想着没什么人见过他吗？赵哥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让五妹妹找人的。没你的事，是他私底下做主张了。接下来的看我，有我在，出不了事儿。大哥最好了。擂台之上，于芷直面江南4大才子。你们一起上吧，我于某人何惧？王爷还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那你今天就见到了。欺人太甚，休怪我们以多胜少。江南古道，秀才众多，以4敌1，离笑江湖。何人竟敢嘲笑我江南道之人？憋了半天，终于找到机会站出来。小弟弟，你是不是迷路了？是谁家的小孩没管好，赶紧带回去。幼童故作大人的模样实在滑稽。哼，无礼！4个对1个，不要脸！这4人有辱读书人脸面。小朋友，这可是人家老板自己要求的，我们可没说什么。要是他那里想加人，我们也不会不同意。要不，小弟弟，你过去帮他对付我们？是啊，你过去帮他好了，2对4，我们完全没意见的。好啊，你们别后悔就是了。正有此意，正好顺水推舟。这小孩谁呀？不知道，年纪不大，口气倒不小，听口音像京城人士，该不会是哪家公子？就算他有背景，这个节骨眼也帮不上忙啊！后悔？我们怎么会后悔呢？小朋友，是不是和家人走散了？这大中午的，怕不是没吃饭，可怜的孩子。要不我先给你准备点午饭，你吃完安静等着，我给你找找家人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你怎么知道我饿了一上午了？现在肚子饿得咕咕直叫，终于遇到懂我的人了。这老板是个好人，我定要帮老板拿下他们。小朋友，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呢？不对，应该说你妈喊你回家喝奶呢。不知几位对舍弟是有什么看法吗？既然如此，4位不介意我和小弟站掌柜这边吧？不介意，不介意。大哥，回去再收拾你。不好意思，舍弟顽劣，给掌柜的添麻烦了。在下赵毅，京都人士，受薛姑娘之邀，特地前来相助。赵毅是那个赵毅吗？我操，可不就是那个赵毅？他怎么来了？天哪，这把神仙局不是赵毅到底是谁啊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赵毅你都没听说过？你确定你是读书人？就是，就你也配当读书人？说起赵毅，上届春闱他一路拔旗斩将，尽灭南北13道天骄，那可是当朝状元，我们哪是他的对手？靠，我想起来了，他不就是上一届的状元？状元是力压一切的存在。我们在他面前就是笑话，鸿鹄燕雀，天差地别。赵状元，你来的正好，此地正需要你的帮助。于掌柜的，放心吧，我兄弟2人定会全力相助，帮你取胜。掌柜的定是慌了，我得稳住他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正好我还愁对面4个人太弱，你来了正好弥他们4个实力不足的缺点。状元，那可是状元啊，正好试试 AI 和状元谁更强。这几个秀才根本不够看，不过是 AI 的投喂消耗品。不是掌柜的，您可能没听明白，我是薛姑娘请过来帮你的。我听明白了，想帮我就去对面。那啥，你们等我几分钟，我给小弟弟准备点吃的。我操，好香，好想吃啊！咱午饭都还没吃呢，要不就在这儿吃吧？想啥呢？人家还在比试呢。就是说，再说了，区一盘鸡腿，咱又不是没吃过。和幼儿餐品牌同款预制菜，质量过硬，不怕宝宝拉肚子。好，对联赌局正式开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开始吧。你们几个各出一题，我答。别怪我不给你们机会，只要我答不出，就算我输。请。猖狂！我先来。南通州，北苏州，南北苏州通南北。围观人群热议上联难度。厉害啊！镇三山还是有点东西。东傻子，西傻子，东西傻子，傻东子。厉害啊，厉害！哼，已经有人得出答案了，那我也勉为其难来一个吧，可能没他做得好，就随便听听。东当铺，西当铺，东西当铺。白蛇王上场出数字长联，哼，没用的东西，让我来。听好了，一叶孤舟，做2、3个骚客，启用4桨5帆。经由6滩7湾，历经8颠9破，可叹10分来迟。数字连难度拉满，于之秒对。好对啊，好对，不愧是白蛇王。确实难度不小。
我操，好香，好想吃啊！咱午饭都还没吃呢，要不就在这儿吃吧？想啥呢？人家还在比试呢。就是说，再说了，区区一盘鸡腿，咱又不是没吃过。和幼儿餐品牌同款预制菜，质量过硬，不怕宝宝拉肚子。好。对联赌局正式开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开始吧。你们几个各出一题，我答。别怪我不给你们机会，只要我答不出，就算我输。请。猖狂，我先来。南通州，北苏州，南北苏州通南北。围观人群热议上联难度。厉害了，这三山还是有点东西。东傻子西傻子，东西傻子傻东子。厉害啊厉害！哼，已经有人得出答案了，那我也勉为其难来一个吧，可能没他做得好，就随便听听。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。白蛇王上场出数字长联，哼，没用的东西，让我来。听好了，一叶孤舟，做2、3个骚客，启用4桨5帆，经由6滩7湾，历经8颠9破，可叹10分来迟。数字联难度拉满，余之秒对。好对啊，好对，不愧是白蛇王。确实难度不小，这点难度对他洒水了。更简单了，10年寒窗进98家书院，抛却7情6欲，读5经4书，考了3番2次，此次一定落榜。不愧是老板，这白蛇王是真的懵了。鬼见愁放出大招，千古绝对登场，别得意，我就不信我这对子你能对得上来。听好了，寂寞寒筐空手广。我去，这不是李思阳的千古绝对吗？鬼见愁拿千古绝对出来，也太不要脸了吧！这个对联最难的地方就是部首相同。我只能说，老板完了呀！此乃千年无人能破的绝对，我钻研3年都没想出答案，他答不上来。就是我赢了。赵毅挺身而出，先对下联。巧了，这对子我曾研究过，倒是有个不成熟的下联，还望品评。惆怅忧怀怕疫情，厉害厉害，不愧是状元郎啊！虽然是提前研究的，但也很厉害了。生怕语旨对不上，不能袖手旁观。赵启吃完鸡腿，也对出下联。我也有一个，梧桐熊枕往相惜。我靠，这个小孩居然也有！大惊小怪，没听到赵毅说他研究了很久吗？小孩自己还好，没人怀疑赵姐的身份。语旨终极对句，绝杀全场。你们都说完了，那我也来一个好了。安宁福宅聊素香。靠！什么是绝对？这才是绝对！鬼兄，怎么了？人家状元还只是用不从部署代替，3年没破的对子被轻松破解。赌局未完，余旨转向赵毅。好了，到你了。我就不用了吧，我本是被请来帮忙的，怎么反倒站到对立面了？要的，我早说了。这几个人没一个顶用的，还得是状元你靠谱。哎呀，让你哥上去救场的，你哥怎么这样？早知道就不喊他们来了，这不是自己挖坑自己跳。哎呀，薛哥哥那么紧张干嘛？人家老板的实力，你有啥不放心的？我这不是，还不是你哥太强，我怕。这话实在不知怎么说出口。怕什么？大不了待会儿于老板的提问，他答不会不就好了？就算个平手。这倒也是个办法。画上荷花，和尚画。好一个正读反读都一样的对子，不愧是状元之才。这个对子我也没有完全工整的下联，只有一个浅见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这对子近乎是无解的难题，现有下联也不算完全工整。哦，于掌柜暂说无妨。这对子我想了许久，毫无头绪。书林汉帖，翰林书，妙啊！掌柜的大才，赵某佩服。其实还是不算工整 ，AI 解说早点明了其中瑕疵。已经很好了，多谢掌柜的解惑，请受赵某一拜。我靠！我看到了什么？状元郎居然向一个酒楼老板鞠躬，这有啥？于掌柜的可是大才，鞠个躬算啥？只能说状元郎大气。就是说，状元郎礼贤下士，乃君子之福。只有我关注到掌柜的居然又是不到1秒破解对联的吗？这算啥？这种千古绝对，大家肯定是都研究，只是有人说了答案，有人没说而已。就是，我都在家研究出什么了？该吃饭了。等，虽说状元郎已经认输了，但于掌柜的对子还没出呢。是啊，我倒是很好奇，于掌柜的这样的神人能出什么对子？让他出！掌柜的，
众议难为，要不您就出一个，我也试试，正好能不能对上。遇难题不是害怕，而是欣喜。既然大家都这么说，非要有什么，我这题也不拘泥于某人某地域作答，只要能答得出来，且能得到大家公认，于某愿出文1万两。我这题堪称千古无对 ，AI 也只给出不算天河的下联，真有人对上，万两白银也值。今天这几个实在是太废物了。哦，那就更要请教了。听好了，我出个上联是烟锁池塘柳。妙啊！火金水土木，巧妙地借用了五行。我想，这联乍看不难，实则越想越精，仿佛根本找不到合适的答案。不使状元，我们已经很陷入沉思了，更何况我们这些寻求者，竟没人发现于掌柜何时离开。行了，别想了，这题目一时半会儿的哪那么容易解？那答案已经写在里面了。以为是他也解不出的谜题，没想到他早就解出来了。对的不是很好，这么想着人多力量大，大家想想有没有更好的吗？行了，这种小事儿以后再说。吃饭。对，吃饭。哥，你是不知道这里的菜可太好吃了。刚刚那鸡腿，我说没法用言语形容。放心吧，所务我定好好收藏。邵大哥，于掌柜酒楼的菜当真是一绝的，反正已经是中午了，不如留下一起吃一顿。赵大哥，于掌柜酒楼的菜当真是一绝，反正中午了，不如留下一起吃一顿。哟，薛公子来啦！我那金汤花椒鸡效果还好吧？于掌柜家的菜效果自然极好，我带好兄弟来给你捧场子。我家的菜不会差，楼上雅间请，吃什么尽管点。先说好，我家的菜可不便宜。放心，老板，这几位可不是一般人。赵家兄妹是户部侍郎赵大人家的，赵大人承认银库郎中，家里很有钱。薛公子别这么说，家父向来清廉，家私都是母亲给的，别误会贪腐。是，赵大哥母亲是赫赫有名皇商，于掌柜不用担心他们付不起钱，先给我们上2盅金汤花椒鸡。好嘞，稍等。又是60万进账，太开心了！这包厢好是奢华，楼下以为是破酒楼，连水晶灯都有。老板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小五，我早说了莫要以貌取人，于长官可是难得的大才。是，薛哥哥，我答应你的事做到了。我要的润肤方子呢？快给我！方子在路上，点的鸡就是润肤秘方，7天1疗程见效快，一道菜要80两，可心疼死我了。一道菜80，7天见效。我去，真的假的？真不真的？看我们公子不就知道了？瞅瞅我现在的肌肤多好，真管用，800两我也愿意。菜来了，聊啥呢？这么开心？夸掌柜的呢，多亏花椒鸡，肌肤变细腻。怎么扯到肌肤粗糙和细腻上去了？花椒补胶原，怎会有润肤效果？掌柜，你故意的吧？有润肤效果早说我也不至于心疼80两那么久。嫩肤，好需要静一静。假一赔10还返利，花椒鸡是假货，成本不到30，这也太黑心了。我得搜假花椒有什么危害。工业明胶加塑化剂会损伤肌肤。老板，你怎么了？黑心的商家，简直气死我了！谁能让于老板气到倒地不起？你知道吗？于老板竟然让一个神秘人气得倒地不起，此事连皇帝都知道了。千金吃了预制菜，我的店完了，出事就会被人评了这家店。美味，这家酒楼的菜是世界1等美味。掌柜的你怎么来了？我来通知你，金汤花博鸡不再供应。凭什么？我没做错，你要涨价吗？没有为什么，加钱我也不会卖。当真？那我出300两买这道菜。不行，说什么都不行，300两近100万。那1000两呢？这价格总可以了吧？1000两是300万，太离谱了！于掌柜，你怎么了？可别吓我！没事，我不涨价。实话告诉你，这菜有毒。有毒？我吃了好多天，一点事没有。不是致命毒，吃多了会有副作用。副作用？这个词倒是十分新奇。别管副作用，你就说有没有毒。有毒，但吃了不会危及性命。预制菜含化工品，累积伤身体。
理身体吗？理论上来说确实是可以的。可以的，能调理就行，一点小问题不算什么。能调理就行，一点小问题。是啊，一点问题根本不算什么。你们说的有理，但你还是不能吃。凭什么？我又不怕这点毒性。它是平衡机能，吃多会起反效果。大概明白，这效果不是挺好的吗？过量会抑制机能，反而有反效果。剂量错会致命，和这道菜道理一样。原来如此，那我暂时先不吃了。我下次来还能点些什么菜？老家可以随意点菜，楼下菜都能点，卖你1两银子一道。为什么要加价？是我做的不够好吗？50文的不卫生，贵菜用的是上等食材，贵200倍，我宁可吃50文的菜。哼，可以，你下楼，我给你上50文的菜。他放不下豪华包厢，不会下楼。算了，我还是在包厢吃干净的。于老板留步，机能平衡男女都适用吗？理论上都适用，男女侧重不一样。站直！不是，掌柜的，我不需。大哥别瞒，我回去让爹请御医。算了，就当是试试，此事万不可外传。放心哥，我一定替你守口如瓶。俺也一样，绝不会把此事说出去。赵家大哥放心，我也绝也不会外传。算了，这锅我先背下来。请。客官，您点的菜已经上齐了。这菜颜色和香味都不如50元的。于掌柜，这是真的吗？给我解释。原材料不一样，颜色香味自然不同。小春，你尝尝味道有什么不一样？味道不错，但不如50元一道的好吃。我花1两银子，菜还不如50文的。味菜主打健康，味道会牺牲一点。我花了1两银子，味道不能更差。唉，含包厢费，实在不行你就下楼吃。算了，健康最重要，味道差不太多。包厢口味清淡，楼下虾料更重。这菜太好吃，不爽全消了。口腹之欲会误事，我要克制。大哥，你怎么还舔起盘子了？赵家大哥不必如此，不够可以再加。我是不浪费粮食，菜吃完了再上。哥，你不吃的金汤给我调理身体。不行，贪多会有反效果，别调理了。我要留几天吃完疗程，哥先回去。凭什么？我也要留下，不回家。必须回去，不然我揭发你练武。我不回去，为了吃我不练武了。都留下，我去跟爹说，不会有事。大哥也留下，朝廷的事情不办吗？我请假休息，这里有更重要的事。于旨，390万，一餐赚翻了。接下来7天，我们天天来，别关门。放心，我给你准备新的调理产品。黄豆炖猪蹄，调理身体靠谱。你家的猪蹄是正宗的吗？亲，包正宗，假一赔10。
7天无理由退款，直接买100份。老板，快上菜，我们有60多个人。放心，20分钟给你们备齐饭菜。20分钟搞定。掌柜的，你这上菜速度也太快了！多亏你的泡面帮我解决大麻烦。押镖路线固定，怎么还会出事？你说的都是之前太平年间了，如今的南方，我也只能说标价是一路往上涨，肯去的镖局是越来越少了。官府不管吗？大前王朝还在啊！官府自顾不暇，南方大旱无收成。糟了，江南大旱，百姓要遭殃了。江南多水乡，挖沟渠引水灌田就行。大旱河床变窄，大部分地方没用。建水库蓄水，旱季开闸放水浇灌。于掌柜大才，水库这方法太妙了。办法再好，没人完美执行也是笑话。我这就进宫禀报江南旱象。这个世界的武者能飞天遁地吗？能飞天遁地，咱哪里还用辛辛苦苦的走镖？飞过去多好！那如果我想习武，该怎么做？我教你，你来试试。一定是药膳，你是绝世武学高手。是吧？是药膳的功劳。也就是说，掌柜的，你从小是吃着药膳长大的？算是吧。明白了，你靠药膳养出内力，比苦修幸福。是这样吗？那要多吃点预制菜。什么家庭？药膳当饭吃，内力不用修，你只需练发力技巧，内力加药膳，天生高手。那秘籍去哪找？天天吃外卖，岂不是都是武林高手？我镖局有普通秘籍。什么价？商人只谈利益交换。秘籍送你，我只要泡面。泡面好说，你要那玩意儿干嘛？上次给1箱，这么快就吃完了？几十号人，1箱不够塞牙缝，还被土匪劫了。土匪不打劫金银，就劫你点泡面。泡面太香，土匪都改收泡面当路费。掌柜的，泡面好做吗？怕你拿不出货。我出100文一袋。泡面只值2块5，25文都不到。我用大法寺大华丹换，求不涨价。大法寺大华丹，1颗增1年功力。这么厉害！看在交情上，不低100文一袋。成交，我看看库存，给你们再加2个菜。掌柜的，单吃菜太单调了，下次能不能给我们安排点酒？实在没有，你去酒坊进货也行。我考虑一下，别耍酒疯就行。太好了，丹药送的值。不早了，关门，我要研究丹药。老李，这世界上真的有武功吗？等我打完游戏。算了，帮我验丹药成分，能不能量产？好，你放我这儿吧，我帮你看看。这个酒不错，超市买有点不划算，还是回家网上买吧。怎么有那么多箱子？全是前段时间下单的假花椒鸡。我买了100袋，花了1万，现在到手1100袋，1袋仅不到10块钱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假一赔10呢，亲亲。不是说包真的吗？我要退货。
菜属生鲜，不支持7天无理由。说好7天无理由，你敢欺骗消费者，信不信我去告你？店铺支持，但商品都不支持无理由退货呢。妈的，老子要去告你们！商家套路太深，我想回农村。5星好评返利50元哦。退货，我要退货。好的，亲亲，我们马上为您上报。态度还行，先缓一缓。网购的酒到了，200公斤才300块，这箱子看着不像200公斤啊！喝酒还要看说明书？先找能装200公斤的酒缸。客栈正好有合适的空酒缸。倒200开，这是要干嘛？好呛鼻的酒精味儿！这不就是酒精兑水吗？2盖就是30年陈酿。我这是在造假酒啊！网购店居然叫人造假！闻着还真像30年陈酿。开门！我闻到酒香了，好香！50年陈酿好酒。少东家，50年陈酿，献者有份，我要1半儿。是，要多少有多少。好酒，绝世好酒，绝世好酒。第2道下酒菜就用合成酱牛肉，本来不想拿，王振太飘，给他点颜色，根本不是牛肉，全是碎肉狠活。5块钱也没法要求太多，就看这牛肉味儿能骗住多少人。香，好香的牛肉味儿！再秀，鼻子真要变狗鼻子了。酱牛肉还有油炸花生米。嚯，真给2道菜，掌柜的大气！这牛肉味儿比以往都正宗。这味道，口感不对，但香味太绝了。怎么样？毕竟只是风味牛肉，公子哥肯定一尝就穿帮。太美味了，从未吃过这么有牛肉味的牛肉。等等，这话怎么说起来怪怪的？担心多余，太高看他们了。来，吕叔，快一起尝尝。好酒，果真是50年陈酿。于掌柜，遇到你是我3生有幸。遇到你们才是我3生有幸。假酒都能夸成花，没正常人了。软嫩不烂，鲜香回甘，太绝了！从没吃过这么有牛肉味的牛肉。你们知不知道，我去南边一路太苦了，泡面都不敢吃，一群人狼一样盯着我。半夜想偷泡面，黑暗中5、6双眼睛瞪我，吓得我一动不敢动啊！土匪更过分，一人劫我24包泡面，4包还是从我嘴里抠出来的，还都在这骂人来。你是不是喝多了？土匪劫泡面？现代小偷都不偷泡面，太扯！我没喝多，从小酒缸泡大的，喝10斤都不少半两，我喝给你看。一杯没下肚就醉，吃点花生米吧。实话告诉你，这酒是假的。掌柜又唬我，我能喝不出真假？你就是不想卖酒给我们。
我喝一辈子酒，这酒绝对不假。求你别蒙我们了，让我们喝吧。喝，怎么不喝死你们？一杯就倒，也好意思说会喝酒？等等，我好像明白原因了。古代最高酒才20度左右，或者兑水后还有50多度。他们喝太急，不醉才怪。合着怪我斗水带少了？再冲点水，这下万无一失。我在干嘛？这是假酒啊！该找客服投诉才对。该死的商家，你给我出来！亲亲，这里是贾家酒号，有什么可以帮到您？你们卖假酒，我要退款！我们家卖的不是假酒，如果您有任何的证据，欢迎举报呢。你卖假酒，还有假酒制造说明书，当我是傻子吗？我们支持假一赔10呢。别来套路，假一赔10不就是计11的？目前为止，本店还没有给酒取过任何一个名字，并不涉及到侵权某品牌的问题，自然也不可能是假酒。至于兑水，那属于是正常的制酒工艺。合着不贴标就不算假酒是吧？我要给你们差评！是的呢，亲亲，只有市面上那些装了瓶、冒充大牌卖高价的才算是假酒。亲亲，给差评是您的权利哦。好多像你一样的顾客，第一次虽然不满意，但第2次还会回购的。管你丫的！卖假酒还有回购，好评绝对有猫腻！最近生意差太多，心里不爽。客户这新开酒楼，抢我所有客源，必须派人去打听清楚。掌柜的，那鱼脂不是好东西。看到了什么？直说。他往酒里掺水，一缸分3缸卖，比您还狠，简直水里掺酒。一缸分3缸，既生瑜何生亮？如此奸商，绝不能容。老板，您是要看？现在是合法商人，不能暴躁。江南道秀才还在吧？带我去见。哎，掌柜的，几位秀才都在这儿。被骂100多条，前途全毁了。您生意下滑，全被鱼脂抢走客源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们联手搞垮他。他确实抢我生意，你们能帮我？哼，几个手下败将，有什么手段？成事不行，坏事我们有的是办法，能扳倒他，也能扳倒您忘川楼。你在威胁我？当年我可是山霸王。钱掌柜误会，我们只想联手。说说你们的主意，能不破戒，我不想动手。搞垮酒楼要从内部瓦解，他人手少，没法拉拢。他靠菜品立足，我们从吃食碾压。我厨艺比不过他，没用。有办法了，从他的酒下手。嘿，一缸分3缸，死命往里面兑水。好办，派人门口卖酒，当众揭穿他，让他直接倒闭，大仇得报。卖同一款酒，用好酒直接碾压他，备好陈酿，防他拿出没倒水的酒。他那是50年陈酿，我弄不到，香气扑鼻，根本没法比。我能弄到，但价格不菲。刘兄家背景深厚，最少6200白银，1分不少。这么多！钱掌柜站立，您出60%大头，剩下我们几个分摊。刘兄去弄酒，钱掌柜备好酒，这次一定要给鱼脂颜色看。不好了！
大事不好了！又怎么了？天天咋咋呼呼。卖猪体商家还没回复我，看，店直接没了，钱也到账了。城市套路深，我要回农村。掌柜的，我还没说事儿呢。有人要和你斗酒，找了50年陈酿，还说你酒里掺水，要揭穿你。斗酒？我什么时候答应了？是水里掺酒，不是酒里掺水。他们镖是我威远镖局压的，我全知道。要不要我出手帮你搞定？别毁镖局声誉，我不斗酒。他们爱玩就让他们玩去。于掌柜，别来无恙乎？状元郎，你不是回京了吗？我操，楼上这么豪华！这里最低消费1两银一道菜。江南道秀才造谣你酒里掺水，事情闹大，经理都开了盘口。听说你有100年陈酿，求你帮忙斗酒。我不是故意说漏的，你自己说的。100年的假酒，你要不要啊？真有100年的好酒？什么好酒？我是说假酒。耳朵都塞驴毛了，你听见假不假先放一边，有没有100年？100年啊，这个倒是可以有，但必须再强调一下，这是假酒，假酒啊！好，陛下有救了！